一张稳定币的牌照直接掀起 A 股市场3连阳，港股国泰君安国际1天之内翻了2倍多。为啥？就因为它刚刚拿到了香港证监会的新牌照，成为了第一家可以做虚拟币、稳定币交易的中资券商，一把打开了虚拟货币市场的预期。与此同时，国外华尔街的大投行沃尔玛、亚马逊，包括国内的蚂蚁、京东，都争相开始申请这稳定币牌照了。一时间啊，所有资本市场目光都聚焦在了这稳定币的身上。那我们今天就花个5分钟的时间，全面讲清楚2个问题。第一，这稳定币到底是个啥？第二，为什么全球的巨头们都在争相搞自己家的稳定币呢？稳定币到底是个啥呀？我打个比方啊，我林妹妹啊，在香港也拿到了自己家的稳定币牌照，我也搞了个自己的虚拟货币，名字就叫林币。同时我宣布，你给我1港币，我就给你1枚林币，而且这林币啊，随时都可以1比1兑回港币，这就是一种稳定币。那你可能就会问了，我干嘛要拿真金白银换你的林币啊？有啥用啊？举个例子你就懂了。比如啊，我有家公司估值1000万，我就可以用它去做抵押，就发行1000万枚的林币。你如果买了200万枚，就相当于拥有这家公司20%的股份了。再比如，我还有一套厂房呢，还有一座商场呢，这些太贵了，你买不起呀。那现在我也可以把它拆成100份啊，还用林币交易。张三买30份，李四买30份，实现资产的碎片化交易。那这稳定币就是现实资产和数字世界之间的桥梁啊！你肯定又要问了啊，为啥搞这么复杂？我直接用银行卡转账不行吗？这里就涉及到第一个很重要的知识点啊 ，SWIFT。敲黑板记笔记啊！关于这 SWIFT 是什么？简单点说啊，现在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货币和银行系统，这信息都是不流通的。那你想啊，我这跟不同的国家做生意，你怎么保证这交易不出岔子呢？那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中立的结算系统来统一管理交易。而现在大部分国家用的就是这个国际资金清算系统，简称 SWIFT。这本来是挺好的事啊，但现在问题出在哪儿呢？这个系统是围着美元转的，美元在全球储备货币中占比接近60%，国际支付份额也高达49.12%。这就意味着，不管你是法国人买中国的电动车，还是印度人买中国的手机，我都得先换成美元。那按照这几年的尿性，美国不是想制裁谁就能制裁谁啊？俄罗斯不就吃了这大亏吗？好家伙，一脚被踢出 SWIFT， 资产全被没收，贸易一度停摆啊！这件事一出，很多国家就意识到不对劲儿了，我得防一手，我要想办法绕开这 SWIFT。于是你看，各国都开始寻找2条腿走路。第一条腿就是买黄金，不少国家开始大手笔的增持黄金储备。但黄金它做外汇储备还可以啊，做实物贸易，那你还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运输慢，风险也高啊。那么更便捷的，可以达到及时的交易需求，又该怎么满足呢？答案就是这虚拟货币。过去几年啊，虚拟货币的市场一路狂飙啊，截止到2024年，总市值接近4万亿美元，成交量惊人啊，冥冥之中已经成为了一种新共识。甚至很多见不得光的钱啊，也都借机在用虚拟货币交易。但问题也很明显，你就像币，那币值波动太大了，忽上忽下，正经生意没人真的敢拿它当主流啊。于是乎，稳定币就应运而生了。它的核心逻辑就是，每一枚稳定币的背后，我都有抵押真实的资产，比如法定货币、国债、黄金等，兼顾了虚拟货币的效率，再加上法定货币的稳定。这种实质性的进步已经直接威胁到了 SWIFT 的金融地位。那么第二个问题，为什么全球的巨头们都在争相搞自己家的稳定币呢？回到 SWIFT 这儿啊，大家都想绕开 SWIFT， 那美国能干吗？立马推动立法，把稳定币直接拉入美国监管，要求每一枚稳定币必须1比1锚定美元资产。这就等于他们在数字世界里又建了一个新的 SWIFT 啊，提前占山为王。因为他们也知道，稳定币的本质就是锚定资产，谁先制定规则，谁就拥有话语权。于是你看，现在摩根大通、亚马逊、沃尔玛都蠢蠢欲动，琢磨着发行这稳定币，都想抢占这个份额。那么如果此时的我们还什么都不做，那在未来的国际贸易上，是不是依然被美元抢占先机啊？所以我们也早早通过香港出手了，给稳定币立法，但我们锚定的不是美元，而是港币。别小看这一字之差，区别大了去了。用美元稳定币背后是美国资产，
用港元稳定币背后是中国资产，资金留在中国香港，不受美国制裁呀。而我们的优势又在哪儿呢？你别忘了，我们现在是全球第2大消费市场，第1大货物贸易国。等有一天制度成熟了，其他国家想跟我们做生意，那就得用我们的币，拿别的不好使。其实你回头看看啊，这些年来，阿里、京东、宁德时代、恒瑞医药一大票的优质公司扎堆赴港上市，这根本不是巧合呀。我可以预言，一旦香港稳定币正式跑通，它将成为中国资产与海外资本之间的一条快速通道。到那个时候，美国控制的 SWIFT 与美元将不再是世界的唯一选择，这是挑战美元霸权的历史性窗口，而我们必须上。